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周日的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透露了中方一系列帮助海外中国公民抗击疫情的新措施，包括推出疫苗春苗行动、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以及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专门的接种点。这些新举措立刻引发外界，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积极反响。就在周一，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微信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一是我们将推出春苗行动，积极协助和争取为海外的同胞们接种国产或者是外国的疫苗。50多个国家目前正在陆续将中国公民纳入到本国接种的计划，还有不少中国公民正在当地依法接种中国的疫苗。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在具备条件的国家设立国产疫苗的地区接种点，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过去1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阻断了身在海外的同胞们的回家之路，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在全球范围开展了系列领保专项行动。今年5月将推出中国领事 APP， 让海外同胞一键直达驻外使领馆，实现掌上办、零跑腿，全天候在线办理海外中国公民的旅行证件和领保服务，全面实现海外领事云服务。除了这些措施外，有关中国版疫苗护照的议题更是成为关注焦点。我们将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在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实现核酸检测还有疫苗接种等各方面信息的相互验证，从而来助力安全有序的人员交往。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了有关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的一些详细情况。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便利人员跨境往来，中方推出了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用于展示中方出境人员核酸、血清 IgM 抗体检测结果以及疫苗接种情况等健康信息。健康证明有电子版和纸质版2种形式，内含加密2维码，可凭中方提供的公钥验真并读取信息。赵立坚还表示，中方愿充分照顾彼此关切，与各国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互为对方国家人员提供签证等跨境旅行便利，积极推动构建健康、安全、有序的人员往来新秩序。如今疫情在全球的范围内尚未得到全面的控制，可以说中方的这些举措也体现了我们外交为民的宗旨。那我们也期待未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就在周一，中国版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微信小程序已正式上线。搜索防疫健康码国际版，获得小程序入口，选择查看及出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进行操作。首次登录前需根据程序提示进行个人身份认证及护照等旅行证件认证。所谓国际版旅行健康证明也被称为疫苗护照，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颁发的已接种疫苗的电子证明书。疫情给全球人员流动造成不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商务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的方式，为经贸合作提供便利。目前全球各国疫苗接种加速，这为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创造了条件，疫苗互认也就成为健康码国际互认的核心内容。以色列官方最新公布的疫苗接种率为 37.53%， 全球第一。该国已在上周率先推出了本国的疫苗护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均表示，将积极推进疫苗护照计划。亚洲范围内，除中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在推动相关计划。疫苗护照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存在多方面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疫苗护照是否推出既是一个科学性问题，也是一个实操性的问题。各个国家在考虑是否推出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接种疫苗后人体呼吸道是否还会携带病毒，如何在国与国之间统一认证标准等等。那疫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量啊，跟施打的时间跟它的效果。那这一点其实可能还要需要一个大概半年到1年时间的验证。
更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每个国家认定疫苗黄皮书的有效性是怎么样。那目前为止，大概都是只能以国与国之间去谈，或区与区域之谈。我还是认为，可能最终还是要由 WHO 来制定一个规范，这样的规范各国有个依循，那变成一个全球护照，这可能性才会有。据悉，中方有关健康码国际互认的设想是以核酸检测结果及疫苗接种信息等为互认核心内容，以国际通行的二维码为互认载体。有关国家政府部门根据需要为出境人员提供统一格式、带有二维码并含互认核心内容的纸质或电子健康码，在登机、入关、边检等环节，可由相关国家政府部门扫描二维码核验信息数据。事实上，疫苗护照推行与否，争议还包括在疫苗接种群体比例较低情况下，是否会出现有护照和没有护照的歧视现象等问题。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西方国家，能够率先接种的群体往往是富裕的白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可能在2-3年内得不到疫苗。因此，疫苗在种族、阶级和国籍上的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扩大本已大到危险程度的社会差距。只看它施打率的问题的话，可能也是未来在全球疫情防治以及未来经济活动恢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可能需要一些先进国家来共同讨论啊，不只是他们自己打，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它怎么能够有效的施打这疫苗，才是最重要的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定反对疫苗鸿沟，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率先承诺疫苗研发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大国担当。目前，中国不仅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还坚定担当疫苗公平分配的第一梯队。我们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我们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我们更抵制任何把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我们期望所有具有能力的国家都能够尽力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让各国人民用得起、用得上，真正成为人民的疫苗。